风月场的姑娘们化好精致的妆容，穿上最美的衣裙，慵懒地倚在沙发上。听到教堂的钟声敲响，她们纷纷起身，鱼贯而出，期待第一个客人的来临。这是1900年巴黎最高级的欢场普罗奈。他们排成一列，像待选的珠宝被精心码在镀金画框的油画前。他们用充满诱惑的眼神极限拉扯，戴帽隆起波浪般的卷发，珍珠项链流转着温润的光。老鸨介绍，那个高个的女孩客人点的最多，旁边矮一点的乖巧可爱。老鸨玛丽堪称行业中的传奇人物，在开设妓院前，她曾是一名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她手段精明，故意将妓院设于巴黎城外，客人无法步行前往，这就保证了客源大多数来自上层阶级。与当时巴黎大多数不超过3人的妓院不同，她的场子里有14名妓女。她专门聘请了写作、舞蹈和音乐教师培训，提升他们的素养，以便更好地迎合客人的喜好。她还会每半年更换一批员工，并且确保妓院里有各种不同发色和不同特质的女孩。于是她经营的普罗奈成为高官贵族频繁光顾的场所，玛丽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每日更衣室的门帘掀起又落下，是这个情欲王国苏醒的暗号。女人们互相为彼此束紧胸衣的搭扣，丝绒裙子蹭过锁骨，带起一阵轻颤的笑声。苏格银行家的怀表又停了，侯爵家的马厩新添了匹枣红马。话题从男人兜里的珐琅到他们衣领上的汉字。午后4点的沐浴时光是雷打不动的仪式，松节又混着铃兰香皂的气味漫过刺穿。每个姑娘都要仔细检查指缝里的残留，再用玫瑰纯露拍打脖颈。精致体面是这行最昂贵的铠甲。他们有自己特有的香水和昂贵的除菌皂，他们习惯把客人给的甜头藏进裙底的吊袜带。大厅的水晶灯在午夜时分彻底苏醒，香槟瓶塞崩裂的脆响撕开夜色，琥珀色酒液如熔金倾泻而下。姑娘们捧着鎏金铜盆穿梭，那铜盆边缘凝结的水珠混着泡沫，在烛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那些刺激的心跳声盖过空气中弥漫的暧昧。香槟在玻璃杯里泛起细碎的泡沫，指尖沿着高脚杯的边缘摩擦，便有悦耳令人眩晕的共鸣声撞进空气。有人陪着勋爵家的继承人玩吹小球的游戏，勋爵每次输了都会掏出小费。贵族公爵和他带来的宠物黑豹是姑娘们最好奇的朋友，每次只要他来，总有人忍不住伸手触摸他油滑的皮毛。玩累了，姑娘们才带客人上楼，直到客人满意的离开。玛蒂莱娜是普罗奈最耀眼的明珠，她有雕塑家偏爱的下颌线，连最挑剔的客人都会在她面前放下礼貌，而她却偏爱那个带绿宝石来的男人。Tu dis toujours rien, alors je suis persuadée que... Enfin, je te demande si c'est une demande. Tu réponds pas. J'ai envie de t'attacher, je peux?他在心底幻想着这是求婚的时刻，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眼中满是幸福的憧憬。虽然这份请求过于怪异，他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昏暗的灯光下，男人手中的尖刀闪烁着冰冷的光，轻轻划过他的肌肤。起初那细微的刺痛竟被他错认为是别样的激情。锋利的刀刃突然将他的嘴角划开，剧痛如汹涌的潮水袭来，鲜血溅在丝绒沙发上。玛蒂莱娜的人生碎成了渣。男人做完这一切后，冷漠地起身离开，留下他独自在血泊中挣扎。刀疤从唇角蔓延到耳际，他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在这看似繁华的妓院里，自己不过是权贵们肆意玩弄的对象。爱情对于她这样的女子而言，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可她却从这场噩梦中意外得到了身体的自由，这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直到这天，一个男人的到来。那天，伯爵像迷失在花丛中的蜜蜂，对面摇曳的姑娘们毫无兴趣。最后，他买下了玛蒂莱娜一整夜。那夜，他让玛蒂莱娜掀起面纱，那道伤疤像一条丑陋的蜈蚣。男人静静地凝视，眼神中没有嫌弃，反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愫，像是怜悯，又像是找到了一只在寻觅的东西。他轻轻吻上了她，又担心弄疼她。他问起玛蒂莱娜的脸是谁划伤的，玛蒂莱娜平静地说出了这个故事。Alors tu fais quoi ici? Je fais les lits. J'aide à la cuisine. J'aide à la buanderie. Je m'occupe des filles. 伯爵说，我可以帮你赎身，到外面过正常人的生活。玛蒂莱娜绝望地笑了，她早看透这世上哪有什么救赎，不过是换个地方受罪。
这天，老鸨收到一封求职信，信中的女孩自信地写道：“我有着漂亮的面孔和头发，我天生丽质，完美无瑕。如果你们觉得我合适，就派人来我家接我。”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些出身平凡、渴望改变命运的女孩而言，高级妓院或许是一条看似能快速获取财富与物质享受的途径。伯丽娜显然也被这样的幻想所吸引，满心期待着能在普罗奈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玛丽如同验货般仔细检查她的身体，她一眼断定女孩是个好苗子。她好奇波丽娜的毛遂自荐，问她为何要来这里工作。波丽娜娇羞地回答：“为了独立自由。”玛丽毫不掩饰地嘲笑波丽娜的假清高。Être libre. On est dans une maison close ici, la liberté c'est dehors, c'est pas ici. 波丽娜说出了实话。Pour gagner mon propre argent. 蜻蜓点水般的对话是两种自由观念的碰撞。玛丽口中的自由是找个男人嫁了，相夫教子；对波丽娜而言，自由是用同一个身体去赚比洗衣工更多的钱。波丽娜全然不知这里的姑娘每天赚的银子是不少，可工作结束后却要把大部分钱都交给玛丽。毕竟玛丽要支付昂贵的房租，给他们提供绸缎长裙和营养丰富的食物，保持姑娘们的光鲜亮丽。前辈给波丽娜一一列举这里的规矩。普罗奈离市区有点远，所以不能单独出门。每晚6点，理发师来为姑娘们做头发，每个人都要用香皂清洁自己的身体。假如客人指责你不干净，被玛丽知道了就会扣你的工钱。最重要的是要偷偷观察客人，假如他们有伤口或者脓水，宁可不做他们的生意，也绝不能染上脏病。那晚他接过玛丽给他的香槟，眼神中露出一种难以掩盖的紧张与羞涩。沙发上的男人眼神贪婪地在波丽娜身上扫来扫去，仿佛她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波丽娜学着其他姑娘的样子，将男人带回自己的房间。她被要求打扮成日本艺妓的模样，穿上华丽而繁琐的和服，层层叠叠的布料让她几乎窒息，脸上涂着厚重的白粉，嘴角被涂成鲜艳的红色。En japonais. Allez, invente. 波丽娜的眼眶渐渐湿润，屈辱感涌上心头。她想起自己来这里的初衷，想起对自由的渴望，只能咬着嘴唇，强忍着泪水，按照男人的要求去做。她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噩梦之中，无法醒来。此刻，她开始怀疑，她所追求的自由真的是这样吗？老鸨玛丽是2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把这里的姑娘当姐姐，玛丽则将女孩们视为商品和女儿，既维持她们的忠诚，又确保丰厚的利润。那些漂亮的贫困女孩都有负债，在这个豪华的房子里是别处同样营生3、4倍的收入。虽然玛丽的厂子经营得风生水起，然而每年上涨的房租和竞争的激烈，让她的收入逐年锐减。即使给区长写信，也无法减免繁重的税收。这里成为姑娘们被迫选择的家，而她们彼此成为替代的亲人。她们生病时互相照料，也会在深夜相拥而眠，分享秘密。在午后的桌前玩扑克牌，偶尔也会因客人的偏爱或妒忌产生摩擦。午餐时，他们会讨论昨夜与客人的趣事。每晚临睡前的纸牌算命是所有姑娘们都喜欢的环节。阳光正好时，她们脱下沉重的华服，身体回归自然，玩耍的欢笑追逐还原了少女的本真。那一刻，她们似乎忘记了一切烦恼。朱莉在腿上画了她最喜欢客人的面孔。Un peu de champagne. Oui, je veux bien. Allez. Ah, on va un peu pour l'eau. Ouais, d'accord. Doucement. Oh, pardon, excusez-moi. Yeah. 玛丽熟谙每个客人的发家史，他们有的是开着纺织厂的商人，有的是继承家族遗产的侯爵，还有爱讲故事的穷艺术家。然而，客人们给的小费却与他们的身家并不成正比。最大方的并不是最有钱的那一个。每个月初，医生都会按照惯例来普罗奈给姑娘们检查身体。他们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一个个坐立不安。假如他们对工作麻木而习以为常，可一旦他们患上脏病，这些只能在妓院、工厂等边缘空间挣扎求生的女人，也因此没有了工作。而梅毒和肺结核便是他们无法逃脱的死亡倒计时。 Sors d'ici un jour. Je fais plus jamais l'amour. Il faut d'abord s'allonger.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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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faut que j'examine. je veux pas. Mais vraiment, il faut que j'examine. Allez. Et là, maintenant, il faut écarter les cuisses, il n'y a pas de secret, je peux pas voir le sexe autrement.
Allez, lâche-toi faire, ça suffit comme ça. 被医生宣布健康的姑娘们仿佛捡回一条性命，朱莉却没有那么好运。 Mais j'en suis désolé, la petite là-bas, c'est la syphilis. 朱莉笑着说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不用再拼命工作。对于这件事，她认命了。 Merde. Putain de métier des putains. 他嘴角上扬的弧度与眼底的恐惧并存，狂浪的笑声中是难掩的恐慌，甚至还包含着无力保护自己的愤怒。最终，这微笑的面具被泪水无情的撕碎。少了一个姑娘，别的姑娘就只能干更多的活，即使来月事，也被老鸨要求先冲个冷水澡，继续工作。这天，艺术家说，曾经有人研究过妓女的头围比一般人小一些，正因如此，人们不必为她们智力低下和精神不正常感到惊讶。萨米娜特意找到这本书，都在角落里翻看，里面竟然真的这样描写。 À diamètre plus faible. En découle un amoindrissement de son contenu et une différence notable dans la quantité du cerveau. Comment s'étonner alors de l'affaiblissement de leur intelligence et de leur anormalité psychique? L'esprit, chez quelques-unes d'entre elles, un état voisin de l'idiotie. 萨米娜的痛哭声把大家从美梦中吵醒，厌倦了所谓自由的波丽娜收拾了行囊。不同于其他姑娘，她并无债务。这一次，她潇洒地离开了普洛奈。梅毒像藤蔓般爬满朱莉的皮肤，她每日唯一的期盼便是等老相好来探望她。然而日复一日，却没有一个男人出现。她口口声声说会娶她的男人，也只是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我非常希望在你身边安慰你，但我不得不牺牲自己，这样也可以免于带给你更多的痛苦。” Tu comprends bien que je ne puis pas courir après ta maladie. Je crois y avoir échappé puisque je n'en vois pas les signes. Mais je ne suis pas encore hors de danger. Il me faut encore attendre 15 jours. Julie, si j'étais malade, je te pardonnerais. Mais je suis d'une famille où l'on n'a jamais eu ces maladies-là, et je ne voudrais pas la donner à d'autres. Les hommes ont des secrets mais n'ont pas de mystère. Et j'en suis tellement désolé, ma petite Julie. Je t'aime toujours. Et je t'aime davantage parce que tu es malade. 玛丽却将这些信拦截，并让姑娘将信撕碎。虽然男人没有来看她，却每个月都给玛丽打来一笔钱，这样玛丽才留下了朱莉。这天，一个神秘的男人愿出高价将玛蒂莱娜带走，参加一场特殊的私人聚会。镀金的鸾尾花是巴黎上流社会俱乐部的专属印记。在座的贵族像欣赏一个奇怪的优雅娃娃，其中一个客人正是上司要给他赎身的伯爵。原来，在他眼中，玛蒂莱娜也不过是供这些皇权贵族消遣的玩具而已。 C'est drôle, on dirait une vieille poupée. Non, elle est trop maigre, on dirait un gros pantin. Mais j'aime bien ses seins. 玛蒂莱娜被按在座椅上，贵族男女的手轮流着，像在触摸一件没有温度的瓷器。在古怪的王公贵妇之间，玛蒂莱娜仰起头，坐得笔直，眼神充满凌冽，却又亮得惊人。谁都不知道那晚她是如何熬过来的。清晨，玛蒂莱娜终于疲惫地归来。姐妹们理解彼此的心酸，她们惺惺相惜，温暖对方。那是腐烂的甜，是未死的风，是所有被世界揉皱的姑娘藏在伤口里的最后一丝鲜活。Je veux pas mourir. Tu ne peux pas mourir, je te promets. J'ai envie de voir Maurice. Il va venir, bientôt. 晨雾漫进窗户时，朱莉终于睡着了，她的呼吸渐渐平稳，一切安静的可怕。所有人生怕稍微一动，这具正在溃烂的身体就会碎成一片又一片。玛蒂莱娜望着朱莉脸上的红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教堂见过的圣像画，圣女被剑刺穿的身体淌着血，可天使仍给她戴上了花环。苦难的世界同样也为普洛奈敲响了丧钟。随着梅毒等性病蔓延，社会将妓院视为罪恶的温床，政府以净化城市为名，逐渐取缔合法妓院。原本房租疯涨，也让玛丽无力承受。朱莉的死也在巴黎疯传，不洁的名声让经营更加惨淡。这座昔日繁华喧嚣的风月场，如今已如落日余晖，气息奄奄。玛丽决定举办一次假面舞会之后
关门大吉。这天，姑娘们戴着精致的面具，笑容僵硬。那些曾在无数个夜晚闪耀在客人们眼前的裙子，如今再次被精心打理，每一道褶皱，每一颗装饰的珠子，都承载着他们在这里的记忆。客人们早已等候多时，他们同样戴着面具，与姑娘们寒暄欢笑，沉浸在这最后的狂欢之中。玛丽强撑着笑容与客人周旋，这个经营多年的妓院倾注了她多年的心血。她看着眼前热闹却又虚假的场景，心中充满了苦涩。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那些曾经围绕在她身边为她赚钱的姑娘也将各奔天涯。大厅里浮着一层薄雾，是苦橙花与龙涎香混着廉价脂粉的味道。那些传递的盛满香槟的铜酒盆，手指滑响酒杯边缘的悦耳共鸣声。那些玩吹小球的游戏，似乎每天都在上演。高官贵族用欲望支配自我，唯有呆板的面具让他们倍感安全，更加肆意妄为。被客人们带来温顺的黑豹，神不知鬼不觉地抛下了主人。屋内，萨米娜吸引男人的注意力，随后借口离开。再进门时，却是那只黑豹钻进了屋子。门外，姑娘们立刻锁上房门。黑豹垂着头，眼神犀利而凶狠，鼻子里低沉的哀鸣，拖着尾巴炫耀他的霸气。男人吓得一动不动。这个曾经伤害过玛蒂莱娜的男人，此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玛蒂莱娜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泪水从她的眼中滑落。这一刻，她心中的仇恨终于得到了一丝宣泄，可她知道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她曾经失去的一切。恐怖的记忆永远未曾消散，她早从幻想的爱情中陡然惊醒，勇敢地直面生命的绝望。伴随着最后一盏灯的熄灭，巴黎最高级的风月场普罗奈悄然落幕。除了萨米拉被客人赎身，姑娘们都被转卖出去，四散飘零。她们带着各自的伤痛和回忆，走向了未知的未来。这片繁华与堕落交织的世界渐渐被人们遗忘。时光流转到100多年后的巴黎，现代街道车水马龙，三三两两的站街女矗立在夜色中，妖冶和风尘没有褪去，姿态和神情也一如既往。这时，一名女子从客人的轿车走下来，她的面容跟普罗奈中爱吸烟的克罗蒂一模一样，仿佛是命运的轮回，又仿佛在诉说着这个世界永无停止的欲望与挣扎。他一步步走向尽头，仿佛把人又拉回100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夜晚，人们把玩着手中的玻璃杯，发出阵阵的叫做美人鱼的共振声。2011年法国电影《巴黎青楼回忆录》也在此刻拉下帷幕。这部法国导演贝特朗波尼洛执导的剧情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的一家高级妓院为背景，讲述了几个姑娘的悲惨命运。当时欧洲女性被禁止从事律师、医生等高薪职业，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被严格限制。缺乏技能与教育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几乎只能选择服务业或性工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欧洲大多数女人依然被禁锢在家庭内，即使少部分工作，也只能从事低级的劳动，拿取微薄的工资。很多贫苦家庭的女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进入风月场。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每6个女人就有1个是妓女。描写那个时代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芳汀，左拉笔下的娜娜和英剧《明书》等。他们并非单纯讲述情色故事，而是通过妓女的日常展现他们在男性视角下与社会压迫下的挣扎与韧性。整部电影没有线性故事，而是通过片段场景拼凑出妓女的群像。她们并非个体，而是拥有共同命运的悲惨女性的缩影。她们虽身处社会最黑暗的泥沼之中，却拥有彼此最深厚的情感。玛蒂莱娜虽被毁容成为人们眼中的怪物，却因此获得了另一种畸形的自由。她的命运成为影片中最震撼的隐喻。她们曾是女仆，是洗衣女工，是被生活碾压过却依然挺立的灵魂。她们也是女儿，是母亲，是无数个夜晚里独自吞咽痛苦的沉默者。电影并未以悲怆的笔触直抒她们的命运，而是让苦难在暗处生长。玛蒂莱娜的面容被摧毁，却仍以残破的躯体与命运抗衡。她的坚韧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生存意识，像刀刃般锋利，又像烛火般微弱。而当那白色的液体自她眼中滑落时，世界仿佛在那一刻凝固，无人能断言是解脱还是更深的沉沦。至于那个被黑豹凝视的男人，电影仁慈地隐去了他的结局。可寓言从不需要名言结局，因为最美的审判早已在你心中落定。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好片不迷路，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